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有一种来自深渊的魔王，它隐藏在百慕大的海底。突然有一天，它变成第一形态，离开深渊，向人类的世界出发。没人见过它们怎么繁殖，没人见过它们的羽卵，也就没有人知道它们是不是海底文明的生化机械。我们只知道它被捕获以后，就变成了终极美味鳗鱼饭。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它的故事。不久以前，都灵出现了一块裹尸布，传说这正是当年包裹耶稣遗体的那块布料，上面印出了血迹，可以看到耶稣基督的面容。都灵裹尸布轰动了教廷，最后大佬出面研究以后发表演讲，他说这块布料是真实的，上面的血迹不是耶稣的概率仅仅为100亿分之一。大佬叫做伊夫德拉吉，通吃神学科学2届。这次神父送来一个盒子，他说最近教廷又遇到了一点麻烦，请你研究一下。大佬打开盒子，原来里面是几条玻璃鱼，像一些透明的柳片，眼睛是一个黑点，游起来非常好看。这条鱼背后的问题很严重吗？大佬开始认真地喂养这些小东西。果然几个月以后，事情开始变得诡异，玻璃鱼变成了长条形的透明鱼。大佬觉得这些透明鱼怎么越长越像那道葡国美味啊？这不是科因布拉的鱼苗干吗？大佬晒干了凉拌一条，果然是那个味儿。看来科因布拉的鱼苗是从这种玻璃鱼进化出来的，变形有因有果，教廷不必慌张。大佬开始撰写论文，刚刚写到一半，透明鱼又变形了。它们一夜之间有了颜色，身体明显变粗了，眼睛明显变大了，还长出了一些牙齿。而且这不就是迷你版的鳗鱼吗？老大还在继续培养，迷你鳗鱼长大以后果然又变形了一次，变成了黄色的鳗鱼。这和内陆那些小溪河流里的鳗鱼一模一样。再一解剖，毫无问题，这就是鳗鱼。继续培养，这些黄色鳗鱼养了好几年以后又变形了一次，变成了银色鳗鱼。眼睛变大了10倍，身体彻底改变，然后胃肠道也被自己消化了。鳗鱼开始变得狂躁不安。大佬意识到这些银色鳗鱼可能是鳗鱼的最终形态，他看来是要游回深海去繁殖了。7年以后，大佬的论文发表出来，原来柳叶形态、透明形态、迷你形态、黄色形态、银色形态，这5种形态都是鳗鱼，而以前大家都认为它们是3种完全不同的物种。这一年，一个探险家进入百慕大海域，他相信鳗鱼是躲在这片海域当中繁殖的，因为船只只要越靠近百慕大，捕捞到的鳗鱼就越小，越接近柳叶形态。这位探险家叫做斯密特，他无数次闯进百慕大，但又无数次无功而返，因为他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像鳗鱼一样潜入未知的深渊。整整17年以后，他发表论文，承认自己没有找到鱼卵，也没有见过鳗鱼交尾，但他猜测百慕大的深渊里隐藏着无数的鳗鱼。鳗鱼的一生到现在，科学家们都只能靠猜，大概是这样的：百慕大以东，亚速尔以西，这里有一片神秘的环流，环流的底下有很多生长着马尾藻的深渊。鳗鱼的最终形态潜入这些深渊，大概在海底5000到7000米的某个地方，雄性突变出睾丸，向海中喷射精子，雌性也贡献出卵细胞，然后鳗鱼完成交尾，沉入深渊。这些受精卵呢，又在某个人类从未到达过的地方被孵化。这个地方就像一个生化实验室，鱼卵一颗都不许遗漏，因为人类从来没有见过一颗鳗鱼卵。不知道多长时间以后，鱼卵变成了柳叶形态，大概只有3毫米。它们终于要离开深渊，进入人类的视野了。柳叶形态的鳗鱼跟着洋流漂泊，有的漂到美洲的江河入海口，有些漂到欧洲这边。漂泊的过程当中，它们靠吃海洋雪为生。海洋雪也就是海洋中悬浮的有机物，通常要漂流1到3年以后，它们才会在靠近海岸的时候变身成第2形态，透明形态。这个时候，它们通常在7到10厘米左右。我们现在吃的鳗鱼都是渔民捕捉这些透明的小鱼，然后拿到池塘里养殖出来的，这是现在唯一可行的鳗鱼养殖方法。到达河流入海口的时候，它们会变形成第3形态，迷你形态。
这个时候，它们有了颜色，也有了牙齿，然后沿着江河小溪不停地深入内陆，即使是碰到了陆地，它们也能爬上去，在陆地上蠕动觅食，活动时间可以长达1到2个小时，直到进入下一条小溪。甚至是碰到了人类的水坝，它们也总能找到沼泽和小溪，绕过水坝爬过去。这个过程当中，鳗鱼开始吞噬一切它能够吞下去的活物，长得飞快，很快就可以长到80厘米长，甚至长到1米半。发现最重的一条鳗鱼13斤，这就是它的第4形态——黄鳗形态，也就是最正宗的鳗鱼饭形态。比如在中国，鳗鱼深入内陆的过程中，有些在长江口就安了家，有些只要跑到洞庭湖才安家，甚至还有金沙江白鳝，也就是跑到了金沙江才安家的鳗鱼。这可是一条来自深渊的海鱼，它差一点就登上了青藏高原呢。虽然中华鲟也是必须从大海游到金沙江才产卵安家，但中华鲟也从不在金沙江之外的地方产卵安家。科学家说，这可能是因为中华鲟识别了金沙江的水质和地磁环境以后，才得到了安家的信号。但鳗鱼的安家信号是什么原理了？鳗鱼就像在等待什么信号一样，在信号出现以前，它们会一直向内陆行军，哪怕爬到青藏高原上面。而一旦得到了信号以后，它们就会立刻停下来安家，躲到淤泥里面，然后一辈子也不离开这个家。科学家做过一个实验，帮鳗鱼人工搬家，搬出去好几公里，还给它浑身缠满了各种干扰设备，它也能顺利的回家。它是怎么导航的？这也是一个未解之谜。黄鳗形态非常漫长，科学家们观察到最老的一条黄鳗，它在淤泥里活了88岁。也有欧洲人说，有一条黄鳗在井里活了150岁。到了某一天，他们又像突然接到什么信号一样，开始集体动身返回海底深渊。最开始，科学家们以为这个返航信号与性成熟有关，但捕捞以后发现，他们有的只有7岁，有的已经30岁了。显然，这和年龄性成熟毫无关系。返回深渊的过程中，他们再次变形，长得膘肥体壮，眼睛变大，鱼鳍变厚，胃肠道消失，开始不吃不喝，日夜赶路。这个时候，鳗鱼变成了第5形态——银鳗形态。曾经，科学家捕捞过一条银鳗，把它养在鱼缸里，它没有消化道，无法进食，但它足足活了4年，这简直就是生化机械。银鳗潜入深海以后，就变得无法追踪了，也就从人类的视野中彻底消失了。鬼知道它们消失以后究竟潜到了多深的海底，鬼知道那些未知的深渊当中是不是有一批高等文明正在回收这些生化机械。总之，人类再次看到它们的时候，又是第1形态柳叶鳗了。上面介绍的这种鳗鱼来自百慕大的深渊，生活在欧洲的湖泊河流当中，叫做欧洲鳗鱼。而我们经常吃的鳗鱼来自马里亚纳海沟附近的深渊，生活在中国和日本的湖泊河流当中，叫做日本鳗鱼。日本鳗鱼没有欧洲鳗鱼那么大，在古代中国它被叫做鲢，民间把它叫做鳗或者叫做白鳝，说它是水中人参，能够治疗皮肤病和肺病。宋代医书中说，泉州有一个瓜村，有一次村民的妻子得了肺痨，村里很多人都因为被他传染得病死了。村里呢就有人开始跳大神，说必须把这个妻子活活的钉在棺材当中，扔到河里漂走，瘟疫才会消失。村民们一起哄，妻子也就真的被钉到了棺材里面，顺遂被漂走了。后来棺材飘到了一个叫做金山的地方，停在了一个渔民的家门口。这个渔民打开棺材，发现里面的女人还没有死，就开始救治她，每天给她吃很多鳗鱼。不久以后，病竟然痊愈了，女人也就重新嫁给了这个渔民。考证一下，这个传说也是有可能的，因为鳗鱼肉有毒，会攻击人类的血细胞，必须煮熟以后才能吃。但如果这些毒性残留不多，小剂量服用也确实有抗菌消炎的功效。时间回到1876年，20岁的弗洛伊德还不是心理学家，他来到这座海港，发誓要找到鳗鱼的睾丸，因为鳗鱼睾丸的背后是神创论与进化论的对决。进化论无法解释为什么鳗鱼不需要繁殖就可以凭空产生。2400年前，亚里士多德找不到鳗鱼的睾丸，他只能承认鳗鱼是从泥土里自然生成的。
之后的2000多年里，无数的科学家也都找不到鳗鱼的睾丸，他们也都只能承认鳗鱼是从一种甲虫变来的，是从房顶的瓦砾中化生的，是从大鱼的鳃里钻出来的，等等等等。但很显然，这些理论都违背了进化论。难道鳗鱼真的是神用淤泥创造出来的吗？中国的古代先贤们恰好是这么认为的，只曾经曰过鳗鱼来路不明，君子不可以吃。有一个儒家经典故事说，有一次南甲子拜访陈本子，本子煮鳗鱼给甲子吃。甲子说，我听说君子不能吃鳗鱼。本子答，君子吃不吃鳗鱼管我什么事儿，你丫到底吃不吃？言外之意，你少装还君子，你丫玩泥巴的时候吃的比谁都多，以为我忘了？《山海经》中也有鳗鱼，说它长得像鳝鱼，吃了不长疣子。本来东西方的先贤们就这样快乐地狂吃了2000多年，但到了弗洛伊德的时代，鳗鱼的睾丸成了进化论的死穴。自然进化怎么可能允许一个生物真的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20岁的弗洛伊德发誓要找到鳗鱼睾丸，并进一步破解它的繁殖秘密。但他足足解剖了400多条鳗鱼以后，他的精神世界崩溃了。鳗鱼真的没有睾丸。很多年以后，他说一切都是性。自从我知道弗洛伊德20岁解剖鳗鱼的这个故事以后，我就再也不好奇为什么老哥总说人类都是炮击了。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有一道传统美食鳗鱼苗，太奢侈了，一口下去100条鳗鱼没了。曾经欧洲的鳗鱼多到拿去喂牛和羊，一直持续到50、60年代。但是在2000年的时候，欧洲鳗鱼苗一夜之间变得极少极少。现在欧洲鳗鱼已经是 CR 等级极度濒危的物种，和穿山甲、黑犀牛一个等级，正宗欧洲鳗鱼几乎吃不到了。我们再来看看中国河流里的日本鳗鱼，回想一下20年前你吃的鳗鱼饭是不是唇齿留香，过嘴不忘？再往前30年，我都还见过有人从长江里抓到了一条白鳝，也就是鳗鱼，这绝对是极品的野生长江鳗。但现在呢，长江里的野生鳗这早就成了传说了，我们吃的都是海里捕捞的鱼苗，然后再在池塘养大的鳗鱼。但最近就连这种池塘里养大的鳗鱼，我们可能都再也吃不到了。因为3年前中日韩3国主要的产区鳗鱼苗的捕获量突然暴跌，传说总共只捕到了20来吨鱼苗，不到往年的1%。可以说2018年正宗鳗鱼饭一夜绝迹。现在日本鳗鱼被评为濒危等级的物种，比大熊猫还高一个等级，商家们不得不用海鳗来做鳗鱼饭。电鳗、网鳗、七塞鳗、巴木鳗，这都不是海鳗，也不是鳗鱼。我们说的鳗鱼属于蛮泥目，蛮泥目当中呢，又主要分为2种，有一种游回内陆去生长，这就是欧洲鳗、日本鳗，我们把它统称为河鳗；还有一种不游回内陆，在海里直接生长，我们把它统称为海鳗。这些海鳗看起来就很恐怖，会攻击潜水者，甚至会生吞鲨鱼，很显然味道怪怪的。最近商家们开始鼓吹学子新鳗，说这是最顶级的日本古老鳗鱼美食。其实这就是一种不那么恐怖的小海鳗。如果你吃过30、40年前珠江、长江里的野生河鳗，甚至吃过传说中的金沙江白鳝，相信你会明白学子的差距到底有多大。到了今年，正宗河鳗真的是要绝迹了。但幸好非洲和澳洲还有河鳗，澳洲的河鳗可能来源于拉莱耶附近的深渊，非洲的河鳗可能来源于传说中雷姆尼亚大陆沉没的深渊。这2种鳗鱼暂时还没有出现危机，且吃且珍惜吧。也许很多年以后，人类不再向大海疯狂地索取的时候，百慕大和马里亚纳的未知深渊当中，他们才会再次放出鳗鱼苗，让我们来品尝。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富人说，原来你吃的鳗鱼每一条都见过海底深渊的秘密啊。